刚，是我。你把门打开，咱俩好好聊聊。赵安，我求你们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会儿吧。 林長の状況は君がよく知っているはずだ。何か大胆な意見を言えるのか？俺の意見では、王本家は死んだら、王掌柜はアホで何にもできない。両田まずはずるいですから、林城の治安を全部彼に任せると心配があります。それから？少佐殿がおっしゃったやり方以外、思いつきません。 高橋、上を目指すなら物事を全面的に見るべきだ。君は一部しか見えていない。今林長の帝国軍部隊は両田まず一人で掌握している。これは我らにとって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一人入れて牽制する。今の状況では良い人選がない 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いや、一人いる。ただし、用心が必要だ。宮田少佐はもう問題解決の案がありますね。君の成長が見えてきた。リュウダーマズをここに呼んでこい。はい。 もう大勢の時期が来た。七刚，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不好受，但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 我刚才问过高医生了，他说只是怀疑子弹碰到了神经，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恢复时间不够造成的这种情况啊。你看，我们现在是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根本就跟不上。再说了，我们人都是血肉之躯，跟那些冷冰冰的钢铁硬碰硬，肯定会吃亏的。也正是因为 我们人是血肉之躯，才会更柔韧，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击垮。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刘桑，最近休息的可好？宫田少佐，我这儿时刻准备着为您效劳。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王会长就让他好好的在地下长眠吧。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太君，您吩咐。哎，坐下说话。少佐您讲。八路军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反扑，越激进就越危险。少佐，那您的意思是让我需要收服一个人，一个像双刃剑。双刃剑？那这个人是？这个人你很熟悉，并不陌生。 童其刚，收复童其刚？太君，这不可能啊！童其刚在加入八路之前就跟皇军对着干，这加入八路之后就更不可能了。这几次跟他交手啊，
我发现他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八路的骨干力量，万万使不得。言时过早了。童其刚，土匪出身，他的个性自由散漫，我相信他在八路军里一定会四处碰壁。也许之前没有机会让他做比较，我倒觉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刘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对吗？少佐，这件事情您真是太难为我了。好，我给你2条路，如果策反不成，你就帮我杀了他。杀了童其刚？我有问题吗？少佐阁下，我刘大麻子承蒙您抬爱，在这件事情上，我一定尽力而为。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我敬你。苏联的一位著名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书，叫《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这个保尔，现在在苏联可是个有名的英雄啊。保尔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铁路工人的家庭，从小就没有了父亲，经历了各种苦难。10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尔的家乡也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就像现在小鬼子侵略咱们中国一样，苏联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这也培养了保尔朴素的革命热情，最终参加了红军。保尔呢，当过侦察兵、骑兵、宣传员，打起仗来不要命。有一次，脑袋被弹片给击中了，这小子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这一点，你小子跟他很像，是个副将。你们说，这小子怎么是这么倒霉啊？就是啊。哎呀，佟大哥当年可是咱临城山头叱咤风云的大土匪，现在是神枪手变成了独臂侠，这可让他咋活呀？你说？都怪我。他第一次游碟的时候，我害怕了，没敢开枪。是第2次游碟的时候才受伤的，我太蠢了。哎呀，行了啊！我说，你们几个也不要再说了，啊，小乔，你也别自责了，你已经很棒了啊！咱们说多了，让齐刚听见，他心里更难受。啊10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开始了国家建设。保尔作为优秀的红军战士，也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并且入了党。但是，由于长期的伤病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27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了。党组织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工作，让他住院长期治疗。但是这个倔强的小伙子并没有被病魔所击倒，他决定做一个作家，用文字为党工作。他克服了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
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放心吧，指导长，他这不还在恢复着呢吗？我相信这小子肯定没问题。真希望我们早点把小日本赶出去，我们一起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当中。这本书给你留下，没事的时候自己看看。大哥，敬您。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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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背后叨唠老子呢？大哥，现在活在这个世上，能如此惦念您的，那除了您兄弟我，也就只有王占奎了。哎，你说这小王八羔子最近有什么异常反应啊？听说他呀，天天喝酒哭爹，已经是个废人了。可怜这王红叶呀，死都闭不上眼。我说你这乌鸦嘴胡说八道什么呢？这大晚上什么鬼不鬼的？你，哎呀，我这一身鸡皮疙瘩都起了，那啥乱七八糟的！我多嘴，兄弟敬您一个。算了算了，你自己喝吧。哎呦，大哥，我咋觉得不对呢？您从太君那儿回来以后，我觉得您就是心神不宁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可不是。哎，你说这个宫天咋想的啊？他想劝降童其刚。您去的时候没喝酒吧？没听错吧？我真希望我听错了。哎呦，那您是怎么回的呢？我能怎么回？同意了。宫田说了，如果劝降不行，就让我杀了。小龙，你是我师爷，你给我做不做？是劝降还是杀？这咋办都不好办。这很明显，宫田呢，给您摆了一道。说的也是。这可咋办呢？愁啊！可不管咋办，咱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吧？怎么着，咱也得想辙把这事给圆过去啊！该咋办呢？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哎呀，我不想了，不想了。总之，这件事情你要是给我办好了的话，我真金白银的赏你。谢谢大哥，这杯我敬你，我敬您。吃。
佟继刚，吃点东西吧。不饿。我不是来劝你的，我也不想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但是这饭咱总得吃吧。你要是饿着肚子，还怎么继续生气？我听说啊，有人最喜欢吃炒鸡蛋了，我今天特意开的小灶。佟继刚，你要是不吃，你可别后悔啊！我可是没那么轻易下手。你不吃是吧？行，你不吃，我吃。好吃。好吃。这不就对了吗？佟继刚，人这一辈子啊，总会遇到什么坎儿。你不是之前问过我出身的事儿吗？今天呢，我就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跟你讲讲。我呢，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大户人家，哎。我可是10里8乡数1数2的大户，我从小就衣食无忧。可是，在我16岁那年，我爹为了和村长联姻，就非要让我嫁给他们家的傻儿子。我当时真的挺绝望的。你说，我一个16岁的小丫头，我怎么跟命运抗争？而且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过着一眼就望得头的日子。于是，在我出嫁前的头天夜里，趁我爹他们都睡了，就偷偷地跑了出来。可是我没想到啊，这外面的世界更残酷，饥饿、寒冷、恐惧、绝望，甚至死亡。我也想过挺多次回家妥协的，可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能。”于是我就这么没有目标的走啊走啊，就这么流浪了2年。有一次，我好几天都没吃上饭了，就晕倒在路边。你猜怎么着？恰好有红军路过，把我救了回去。然后我就从了军。从那以后，我就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有口吃的，能活着，就有希望。哎，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感想？好好活着。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呀。哎，要不从现在开始，
我陪你一起躺着，等着指导员送吃的过来，我跟你一起吃，我也好好享受享受。谢孙呐，我求你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行行行，我不吃你的还不行吗？小气那样。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啊，你死都不怕，上了一只手就把你打气成这样。谢孙呐，你能不能放过我？我现在都是个废人了，剩下的日子就是坐吃等死了。你们能不能不要一个一个过来劝我，过来安慰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比死还难受，你懂吗？我懂，我也有过。我还在国军的时候，我打了外仗，被上峰给抛弃了。我那个时候口口声声说自己还是国军，其实你也知道，我就是占了个山头的土匪而已。到后来，跟着我的那帮兄弟，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我的面前，我就在想，为什么被打中那个人不是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他娘的必须得活着，因为我要给他们报仇，我还要多杀几个小鬼子。唐吉刚，你记住了，你是个战士。现在大敌当前，你一个脑袋两条腿站我面前，你说你是个废人，你怎么对得起那些手无寸铁还奋起抗争的老百姓？啊，你怎么对得起我们牺牲的兄弟们？唐吉刚，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要还是个爷们儿，你就振作起来。右手废了又怎么样？我相信有一天，我能够看到一个用左手开枪的神枪手。大日本帝国軍の命令により宮田少佐が臨場第一指揮官と命じます。はい。諸君、林ちゃんの警備は重要である。何ヶ月後に大日本帝国軍は中国で大規模な戦略的侵攻を行う。故に林ちゃんの安全確保は不可欠だ。林ちゃんは公園基地として非常に重要だ。分かったか？はい。前回の襲撃で八路軍の大部分を追い出した。しかしこういう時こそ彼らの復活を警戒するべきである。少佐はご安心ください。城門に兵士を増やしております。検察してます。よし、次は作戦計画を配置するつもりだ。陛下の命により全面侵攻は早めに行う。20日後飛行場の建設を完成させることだ。はい。しかし我らの最大の難関は労働力不足だ。最大限度の労働力を捕まえる。君たちの中からも一部の精鋭を選抜し出して飛行場の現場監督してもらう。高橋、君は総指揮官に連絡し、必ずに3日ごとに進度の報告をさせるんだ。哎，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说来我听听。政委，这段时间让大伙儿担心了。我就知道
这点困难压不垮你小子。好，王权，我们有新任务了。小鬼子机场最近动静太大，组织上命令我们尽快查清楚里面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去机场侦查一下。好。齐刚，你就在家好好养伤，让李木霞同志监督你。政委，我可以参加任务了。我们这次任务只是侦查，不跟小鬼子正面冲突。你呢，好好养伤，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可是我就这么定了。万全，我们走。是。好好养伤。大哥，人带来了，陆老三。大家的，您找我？以前跟童其刚的。啊，是，以前给童其刚跑跑腿儿。那咋又不跟了呢？这个嘛，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大家的，我也不怕您笑话，我是干了点见不得人的事儿，才让童其刚给撵出来的。跟大哥说呀，都干啥事儿了？2年前，童其刚劫了一批军火，我那时候手头有点紧，就想偷几样出来换点钱花，结果被他逮个正着，这数9寒天的，他就把我撵出来了。要不是师爷把我领回来，我早冻死在街头了。咋说话呢，兄弟？这都是大当家安排的，要不是大哥告诉我把你收留了，你早就冻死了。是，我跟你说，兄弟，现在咱们大哥给你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你要不要？要，只要一有机会，一定让那童其刚尝尝我当年吃的苦。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跟大哥说出来。是，2年前，童其刚劫了八路一批军火。你说什么？真有这事儿？这，兄弟，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可没有胡说，我偷东西的时候亲眼看见童其刚有个账本，清清楚楚地写着货物清单。那他劫完之后，后来又还给八路了？没有，绝对没有。后来听山寨里的兄弟说，他把这批军火给卖了。现在童其刚又加入了八路，就更不可能抖得出这事儿。哎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陆老三，童其刚真有这么个账本？有。童其刚有个习惯，每次劫完货都要记下来，日期、谁的货、什么货、多少东西，在哪儿劫的。哎，这个童其刚心还挺细的。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给自己挖坑呢？对了，这坑挖对了，太好了。他不挖坑的话，咱把他往哪儿推呀？是这个理儿。哎呀，童其刚这个账本记了他这么多的黑账，他肯定不敢带到自己身上。上次他的山寨是突然被打散，肯定也没来得及拿。对，弄不好啊，还在山寨。你马上跟这个陆老三去他山寨走一趟，掘地3尺，你得给我找出来。妥妥的，走。童其刚啊，童其刚，账本，好习惯，我喜欢。老杨，你去忙你的事儿啊，别在我这儿瞎忙活了。我就不信了，你这胳膊还真就好不了了。我们已经找林志伟说了，让他给打听打听，找一个好中医，做做针灸没准管用。别瞎耽误功夫了，我自己的胳膊我自己知道。怎么，是不是政委没让你参加这次行动，心里不舒服了？没有，其实我现在本来就不适合参加行动。
你说万一跟小鬼子遭遇了，同志们还得照顾我这个废人。别瞎说，谁说你废人？哎，拿着。各位叔伯大哥们，最近有劳各位了。我爹走了，但是队伍不能散。以后还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我。我还小，还有很多东西考虑的不周到，希望叔伯大哥们多多关照。我说郑奎呀，你想怎么样带我们这些人啊？三叔，我爹是让刘大麻子给害的，这个仇我一定得报。可是刘大麻子现在是宫田手里的红人，咱不能明摆着去报仇吧？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该巡逻巡逻，该放哨放哨，不能让太君对我们失去信心。凌晨的治安大权，不能落在刘大麻子一个人手里。你说的轻巧，现在那些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重用的是刘大麻子。这段时间，刘大麻子天天进出这军司令部，跟回自己家的事一样。刘大麻子身边那些兄弟们见到我们，那鼻孔眼都冲天了。你觉得你还有翻身的机会吗？最近确实是我疏忽了，让刘大麻子钻了空子。不过三叔您放心，既然我爹把这个摊子交给了我，我就一定不会让这个队伍散了。大侄子，有志向是好事，可是你有没有能力坐在这个位子上，还需要掂量掂量自己。三叔，你可别这么说，老爷生前对咱们都不薄，而且老爷之前就当着大家说过，他的位子早晚一天都是少爷。今天少爷登上了这个位子，我们就要一起支持少爷，咱不能窝里头啊！只要轮到你说话。三叔，你让我试试。现在宫田手上正好缺人，而且这个刘大麻子做事三心二意的，我不相信我们没有翻身的机会。这样，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宫田，来表明我们的忠心。政委，你看，那些个应该是小鬼子新抓来的劳工。殷大叔，你咋知道他们是新抓来的？你没看，这一个个穿的都挺新的。小鬼子好歹增兵了，以前这儿好像没有那么多鬼子把守。也不知道这些劳工每天有没有进出的时间。政委，你看那条火车道，俺觉得那是小鬼子的重要通道，咱们能不能利用火车进去啊？再等等看，既然是重要通道，小鬼子一定把守得很严。政委，你看，鬼子推那2辆车上装的好像是劳工的尸体，这帮王八蛋，太不把咱中国人当人看了。盯紧他们，看他们把人扔到哪里。走。宫田少佐，请原谅我因为失去父亲所导致的不理智。最近我认真思考了很多问题。人生来就会死去，我爹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劳，死而无憾。现在我也不会去找刘大麻子计较什么，我爹的死跟他没关系。我一定会好好带着我爹留给我的队伍，全心全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劳。请相信我。
就知道，王会长的孩子一定是虎父无犬子。王三，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你，年轻有为，再加上有我的支持，你的未来不可限量。谢谢太君提醒，我一定不会辜负太君对我的期望。很好。不过王三，我要提醒你，好好的跟刘大麻子合作。嗨。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给你安排重要任务，随时做好准备。嗨。去吧。这小鬼子太惨无人道了，这些人太可怜了。政委，咱把他们埋了吧。不行，要是把他们埋了，鬼子不就知道有人来过吗？自己不急就留，撤！救命啊！救命啊！有活口。哎呀，可惜了，可惜了！你说童其刚这些年捞了多少好东西呀？啊，你说我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不，主要是人家陆三儿，人家要是不提供这信息，我呀上哪儿找去？啥也甭说了。哎呀，这次啊，我可得好好的赏你呀！哎呦，得亏你帮我了。今天我按照你跟我说的跟空田说了一遍，他立马就高兴起来了。哎，少爷，你看看三叔这帮人，现在如狼似虎的盯着你这个位子，太君再不给你撑腰，我真怕你被他们欺负啊！我爹生前就说你厚道，哥，我爹这一去世啊，我就感觉房子都塌了。我这一躺在床上呢，就做噩梦，一宿一宿的睡不着。以后你可得多帮着我一点啊！你放心吧，少爷，我得跟着你除掉刘大麻子，给老爷报仇。亲哥呀，少爷，你现在就得拿出当家的做派，把腰杆挺起来。现在那些人啊，就是狗眼看人低，你得像老爷那样，该狠的时候就狠。谁要再敢造次，咱就来个杀一儆百，树你的威风。以后我都听你的。弟兄们，怎么说？万会生，平天下，上！现粉红，粉红女女反红红红好，女粉红反红撞成熬粉红。我叫黑铁铲，就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现粉红，粉红女女反红红好，女粉红反红撞成熬粉红。我叫黑铁铲，就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杨医生，杨医生，快，杨医生，杨医生，快点！怎么回事啊？好的，让我看看。跟这个，看看。怎么样？人已经冻僵了，你们先给他盖上被子，然后搓搓身体，搓搓手，我去取药去。快去！好。木霞，小小，过来帮忙。这咋回事啊？这回，这是被小鬼子从山洞里当死人扔出来的劳工兄弟。小鬼子，真是畜生啊！这人还活着呢，就给扔到死人堆里。佟大哥，你是不知道，那叫一个惨，一个沟里全是劳工的尸体。你看，这都快凉透了。宮田少佐、この3日間被告場に32名増やしました。たったの32人だと。しっかり仕事してるのか。他の町にも連絡しました。各自から調達すると要請しました。高橋、君の仕事の速度は飛行場の建設に影響が出る。こんなに人がいるのに労働力を捕まえ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のか。ああ、はい、連城の全ての村を調べました。老人と子供以外女もいないです。奴らを蒸発したか。あ、金を多く出せばいいだろ。頭をしっかり使えよ。はい。行け。入れ。宫田少佐，宫田少佐，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终于找到了让佟其刚在八路那儿待不下去的东西。废话少说，有什么有用的事情就讲。太君，你看这是什么？账本，佟其刚的账本，这是在他之前的山寨里找到，这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年他接过八路的军火。这里面的信息可靠吗？可靠，绝对可靠。宫田少佐啊，这次可真是苍天有眼啊！你知道吗？在我的队伍里，就有一个人曾经跟他干过，而且这次行动，这个人也参与了。哎呀，有巧！哎，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好好利用这个账本，让佟其刚跟八路之间给我产生嫌隙，好好的给我做一出离间计。必须的。是，宫田少佐，我一定谨遵您的教导。是吧？走了。那山洞里面是鬼子放飞机大炮的地方，那里面老大了，那飞机啊就2骡子高，还有那带铁轮子的大炮，坦克。接着说。还有那带轮子的圆的大炮筒子，那多的都数不过来。真的假的？真的，我亲眼看到的。那里面放的那些东西，那叫一个吓人。哎，一排一排的。鬼子现在缺人，我听一个翻译官说，现在有什么提前，现在在到处抓人呢。哎，那门口我看见有一些大箱子，那是装什么的？怎么运来的？那箱子里面啊，装的都是一些铁疙瘩，那是飞机运来的。那飞机啊，到了那山洞口，
就把那箱子偷下来，那小鬼子就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接起来，就乘飞机了。小鬼子能把整个山都掏空吗？是啊，外面看着是好几座山，那里面可是能飞飞机、跑火车的地方。那里面的日本兵还有日本劳工很多。日本劳工？对，他们可不像我们这种劳工，他们是专门安装飞机大炮的，天天在那好吃好喝的，还喝着那洋茶。那日本兵见了他们都得打敬礼啊。他说的应该是技工之类的工程师，里面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得赶快向组织上汇报。他们都运些啥呀？燃料、油、吃的，什么都运。你们在这儿再跟老乡聊一会儿。朱政委，我们出去商量一下吧。好。叶明，你觉得这个劳工说的话是事实吗？根据我们侦查情况来看，小鬼子确实在那个周围增加了兵力，而且在不停地往里运劳工，飞机、火车不停地运东西。咱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藏了这么大一个军火基地。叶明，你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先向组织上汇报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还有就是等那位劳工兄弟休息好了，跟他多了解一些情况，看看能不能画出一个草图出来。这个目的地可不是目标明确的跑路，要断掉它，必须要有周详的计划。看来我们是该回临城了。让铁柱跟你们一起去吧。不用了，我们回去目标不能太大，还是以侦查为主。这样，等到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主动向你联系的。好，一言为定。我说大哥，我这问你半天了，这宫田太君到底咋说的呀？能咋说呀？接着干呗。哎，也是，事情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无论前边是刀山还是火海，也只能是硬着脑袋往前走了。说啥丧气话？啊？搞得跟咱马上要死一样。大哥，我也不想这样，咱谁都想活着，是不是？那你说现在咱们能咋办？账本现在在咱们手里呢，咱上哪儿找这个八路军？上哪儿找童其刚去呀？就算咱们找到童其刚，万一这小子要犯浑跟咱们拼命，那也不好办呢。这小子，刘叔，我还想着这几天去山寨看你，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我还没谢谢叔来送我爹一程啊！我爹那天在天有灵，心里肯定感到特别欣慰。跟他一直不对付的刘大当家的，亲自出马来给他哭丧，那就是不计前嫌、有度量、干大事的人呢。大侄子，瞧你说的，我跟你爹啥关系？那是亲兄弟，一起患过难的。你说你爹这最后一程，我能不送吗？啊？我爹这最后一程，那得多亏了叔啊！叔，您别怪小侄儿以前不懂事儿，您以后可得好好照顾身体。小侄儿以后就是您的部下了，只要您一句话，小侄儿我绝对是鞍前马后，随叫随到。看看，啊，大哥，你看看人家王会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懂事儿。您以后有了这个王队长的支持，那就好比是如虎添翼呀。可不是嘛！啊，你说我这大侄子，自从死了爹，你看这懂事多了是吧？就是有出息，哎呦，真是有出息。看来大侄子，咱以后啊
得好好大干一场。随时等候刘叔吩咐，我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混蛋。叔，那您忙着，我先走了。行。黄鼠狼给鸡拜年，说啥呢？不过以后这小兔崽子，咱还真得提防点儿。啊，看见没有？要成精啊！压住他！这个小兔崽子。同志们，根据劳工的描述，山洞里的军事武器如果被小鬼子得逞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了解到里面的具体情况，断掉这座山。政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咱们想要进里面去，真的是太困难了。那咱还和以前一样，假扮劳工被抓进去，不就啥都看见了吗？净说那没用的，没听老公说吗？那个地方只有活着进去，死了才能出来。咱们即便进去了，看到了什么情况，怎么送出来？怎么跟外界配合行动？而且矿工大哥都说了，鬼子查特别严，连个针都带不进去。哎呀，咱要是有个内应就好。策反个鬼子当内应啊？怎么想的？同志们，我们得回临城。回临城？这里和临城和机场都太远，来回不大方便。我们不仅要了解清楚机场的情况，宫田那边的情况我们也得掌握。哎，对了，佟大哥，要不你再去拉拢拉拢刘大麻子呢？不行，刘大麻子这次参加了宫田的大扫荡，他现在心向着哪头，我还摸不清。齐刚分析的对，刘大麻子靠不住，万一他三心二意，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等回了临城，我再去试试他。大家准备一下，我马上出发。林政委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物资、药品，还有粮食。这样，孙安全、叶大哥、肖主任、小乔，哎，你们去装东西。好，政委，让我也去吧。齐刚，要不你在这儿再休养一段时间吧？我这伤再怎么样也就这样了，让我去吧，政委。好，大家收拾一下，准备行动。是。兄弟们啊，明天都派出眼线，啊，给我盯着，啊。这一呢，是童其刚他们这些八路的东西，这一走10多天了，啊，怎么可能不回来呢？临城是他们的大本营，咱们连个小山寨都舍不得丢，啊，何况他们的老巢呢？啊，这第二呢，大哥，我觉得吧，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咱们干脆派2个兄弟把这账本送到他们八路军总部得了，这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直接把他给震出来。那要万一出了啥差错，你给我再造个账本。得，大哥，我多嘴了，您继续说。这第二是要盯紧王占奎这小子，这小子最近有点来者不善。明儿啊，把人啊派到城里去，该巡逻巡逻，样子得做足了。而且宫田最近一定有动作，没发现吗？小日本比之前紧张多了。咱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让王占奎这种小崽子抢了咱们的风头，对吧？是。那个三儿啊，是这样，之前被扫荡过的那些村子，现在陆续有老百姓回来了。我跟你说，多带一些兄弟啊，然后多的巡查。这八路军要是回来呀，肯定他离不开那几个村儿，就在那几个村儿驻扎啊。哎，说的都是屁话。哎呀，有件正经事儿差点让我给忘了。哎，对，这个满山跑是死了，他的那帮手下都干嘛呢？能跑的呀，都跑了。剩下几个兄弟把满山跑家里的东西给分了，跟着之前那个小队长到处偷鸡摸狗，整天不干正事儿。多嘴。你们呀，要跟他们多走动走动，
啊，咱们也正是用人之际，这不都现成的吗？明白，大哥，这事儿交给我。行，这件事儿听师爷啊。少佐，その刀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ね。山下、ご苦労。新原さん、ご苦労様です。どうだ、順調に進んでるか？時間があまりないですから一生懸命やってます。時間がないと言い訳を聞きたくない。必ず時間内で完成させるんだ。いいか？天皇陛下は結果を待っておられる。はい。同志们，大伙都仔细点儿，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啊！政委，对，咱为啥不去有老乡的村子里啊？咱们这次回来，宫田肯定会有所防备，咱们目标太大，不能影响老百姓啊。这个村子为土国村，应该暂时不会有人回来。明白了，政委，去吧。连大哥，一会儿叫人呢，把这几个窗户都封上，护廊之下我暂时不会动它的。哎，我来吧。哎呀，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来，哎，你放下，你放下，你放下，好好休息，别又受伤了。哎，拿哪儿去啊？我问呢。哎，别，大哥，你歇着吧，我来。佟队长，你就别跟着忙活了，我给你做热敷去吧。杨医生，啊，咱没必要在这死马当活马医，这已经是死马了。行了，您忙吧。肯定有用的。我把你们被子给你们放屋里头了。不用，我自己来。童其刚，你也别闲着，帮他们铺铺被子。知道点。我以后是不是都不能参加任务了？谁说的？你是咱们队里的骨干，你的作战能力和分析能力那是独一无二，没人能替代的。你也给大家点时间，现在只是把你当成病号照顾。当时政委和孙万全受伤的时候，我们不也这样吗？他们的伤都是暂时的，都有个好的时候。我不一样。你有什么不一样？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后不打算打鬼子了？你什么你呀？这只手不也一样打吗？我先出去了。哎呀，你说这八路还真不回来了，这都多少日子？
再这么下去，那账本可能就要变废纸了。其实啊，还有个办法，就是咱们派人给童基刚送封信，把他约出来直接谈。不过吧，有点冒险。这的确不是个好主意。你把童金刚约出来，他肯定会有所准备啊。我现在还不想掉脑袋，必须要想个万全之策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好消息啊！好消息！陆三儿，你捡着狗头金了啊？比捡狗头金还好的消息，童其刚他们回临城了。啊？真的？你在哪看见的？我没看见，是我派出去的兄弟给我送信儿，说在李家村后山看见一队人连拉带拖拿了不少东西，一看就不是村子里的老百姓。他们仔细瞅了瞅，嘿，你别说，还真是童其刚他们。那，你查清楚了他们去哪儿了吗？那个兄弟他怕被发现，没敢跟呢。废物！你们不查清去哪儿了，我们怎么去找他？啊？他们还真敢回来。你说，他们图啥？哎，是啊。你说咱们这一天天的，图个活命是吧？图有酒有肉有钱。这小鬼子呢，图咱们的土地矿产。可这帮八路军图啥，我也是真不清楚。一个个就跟不怕死似的。算了，管他们图什么呢？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也好，是吧？咱们现在呀，只管童其刚的事儿，啊，这件事情必须要保密。八路跟小日本之间的事儿，咱们不查。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暖和不？干啥呀？见鬼了！你这大晚上你怎么没事你就进来了你啊？指望你那帮放哨的废物啊，早死800回了。放心吧，要你命，你早死了。我看你是吓死我了。你们不是撤了吗？咋又回来了？找你打听点事儿。啊，你说。宫田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计划？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是宫田挺惦记你的。他惦记我脑袋吧？老子还惦记他的狗命呢。刘大麻子，我告诉你，你要是还跟以前一样，我不挡你财路。可你要是真跟宫田一条心了，你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兄弟，识物者为俊杰，对吧？你也不看看现在啥形势了，你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还硬气个啥呀？实话跟你说吧，
家宫田挺欣赏你的。刘大麻子，看来你真成宫田的狗腿子了。哎呀，兄弟，有些事儿啊，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哎，来的正好，哥呀，正准备给你念叨念叨。行啊，你说。都醒醒，都醒醒，醒醒！萧子轩，接着说，都醒醒！到你大半夜啥意思呢？童西刚不见了，我出去找了一圈都没找着。啊，童大哥不见了！小肖，赶紧去报个证来。好。齐刚兄弟，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是字字是真，信不信的，你自己掂量着吧。还有就是，宫田少佐真在我面前表达了对你的欣赏和肯定，他让我带话给你，只要你能够投靠日军，哎，想要啥有啥。我想要他的命，有不？你这话说的，你这兄弟，听哥一句劝吧，人活着不就这么一回事吗？哪天一蹬腿就归了西了，啊！所以要学会及时行乐。你看那王洪业，就说没就没了。是啊，王洪业死了啊！哎，我说兄弟，你这跟我装什么傻呀？你们放火烧帐篷，把人家给烧死的？少扯淡！我们当时烧的是宫田的帐篷。哎呀，是烧的宫田的帐篷，那不王洪业的帐篷挨着他的帐篷吗？行了行了行了，跑题了。哎，兄弟，有一句老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说你以前那是大名鼎鼎的大土匪是吧？手底下好几十号人，一呼百应。你说你现在啊，跟着土八路，要啥没啥，除了逃命就是逃命，有意思了。这叫人各有志。刘大麻子，别把所有人想的都跟你一样。想让我给日本人当狗，绝不可能。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你要是跟我再提，小心我把你牙给你掰下。兄弟，这话儿不能说的太满。有些事儿呢，说来说去呢，也不是不无道理的。啊，我今天呢，就给你透个底儿。人家宫田手上有一样东西，上面记录着你曾经干过的一桩买卖，一桩不光彩的买卖。你少他娘跟我在这拽腰子！老子一向光明磊落，啥时候干过不光彩的事儿？哦，齐刚兄弟，你这是要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行，今天哥哥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你手上是不是有一个账本啊？所以说，人家皇军呀，也不会打黄没有准备的仗啊！兄弟，哥哥也是为你好，这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哎，就算是你今天不从宫田，万一这东西落到八路手里，你想想，你在八路队伍里还怎么待呀？到那个时候，你再想着投靠皇军，哎呦，这就不是现在这个身价了，对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想。这么个大好人就不见了？说说看，昨天晚上他有什么异常吗？没有啊，
昨天咱们刚到，大家伙都在收拾东西，也没顾得上跟他说什么。昨天我进屋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左手拿着狙击枪跟自己较劲儿。他问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参加行动了。他怎么会舍得我们呢？他肯定办事儿去了。这大晚上的能办啥事儿啊？哎，齐刚回来了，齐刚，哎呦，你可回来了！佟大哥，你可算回来了，大家都急坏了。说句话呀，没看大伙儿急的，咱刚回来，大半夜就出去，还有没有点纪律性？对不起，让大伙儿担心了。你去哪儿了？没去哪儿，就出去走走。大晚上出去走，谁信呢？咋的呀？我出去走走不行啊？什么态度？还关你禁闭？关就关。哎，这，站住！宫田少佐，我跟这个佟其刚是好的赖的，该说的全都说了。我就不相信他不害怕，但是我也没客气，我就给他3天时间，过期我就不候了。刘三，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不过佟其刚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够降服，所以你要准备好下一步的计划。宫田少佐，你就放心吧。我记得您上次的意思是，要么要他的人，要么要他的命。所以3天时间一到，如果他还宁顽不化，账本我直接算罢了。您看。够阴险。哎呀，宫田少佐，这不都是为了……不过我喜欢。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哎，宫田少佐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忙去了。哎，等一下，王占奎最近一直在做他的分内之事。我希望你们两个和平相处，不要再起什么分歧。你要知道，现在的林城最需要的是安定。宫田少佐，瞧您说的，占奎是谁呀？那是我大侄子呀。虽然之前我跟他父亲有这样或那样的摩擦不愉快，但是说到底，王红叶那是我大哥呀。您不知道，他走的这段时间，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想他。所以宫田少佐，我啥也不说了。就算是这段时间占奎做了什么对我出格的事，我容了。希望你说到做到。您就放心吧。出去吧。宫田少佐真在我面前表达了对你的欣赏和肯定。人家宫田啊，手上有一样东西，上面记录着你曾经干过的一桩买卖，一桩不光彩的买卖。佟大哥，佟大哥。
你就别倔了，吃口饭吧。行了，先让他待着，冷静够了再说。志刚，饭先给你放在锅里热着啊，饿了自己出来吃。政委，我们还是再理解他一次吧。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想不开也是正常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再给他留点时间？木夏同志，你是指导员，你应该明白，他现在这个状况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把自己给关起来了。你放心，人只要在就没事儿。再等等，他想清楚了就出来了。把他留在林政委那儿养伤就好了。那这小子跑得更快。人的意志被打垮了，才是真的可怕。他不会就这么一直消沉下去吧？哎，刚才你还说给了点时间，怎么，现在就着急了？没有，那我做饭去了。去吧。佟大哥，你想通了？吃点东西吧，饿了吧？政委，我想跟你谈谈。坐。哥，这佟大哥跟政委在屋聊啥呢？都这么半天了还不出来，我都饿了。饿了你给我忍着。我估计啊，政委正给他做思想工作呢。这小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今天这事儿就该好好批评批评。哎，我说啊，这小子现在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让鲜血残破的战旗，绝地中随风扬起。若子弹击中了身体，又何惜用生命献礼？家园为中华儿女，为母亲，为幻想故里。那生命终将被召唤，不破那楼兰永不还。决定反击。是英雄。
山河遍地长旌旗。